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这次的自助旅行，我们不仅到芬兰玩，还要来拜访这个隔着芬兰湾与芬兰相望的爱沙尼亚。爱沙尼亚充满着独特魅力，位于波罗的海三小国最北端。塔林旧城区里，中世纪的建筑跟教堂，让游客们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中古时代。爱沙尼亚露天博物馆将18到19世纪初的乡村景色建置在70公顷的大基地中。参观水上飞机港口博物馆，一艘爱沙尼亚海军历史上超大型的潜艇，还有一座爱沙尼亚最高的地标314公尺的电视塔。我是 Emily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你的鼓励是我们制作优质影片的最大动力哦。今天这集我将跟大家分享爱沙尼亚的3个景点：爱沙尼亚露天博物馆、水上飞机港博物馆和爱沙尼亚最高的地标。出发喽！今天早上我们搭 Viking Line 的邮轮，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到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。要来塔林玩，建议你先上网买一张塔林卡哦。使用塔林卡，很多的门票和交通费，直接给他看卡换门票就可以喽。对于自助旅行的朋友来讲，非常划算。园区里几乎每一个区域的房子都有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 housewife， 他们白天来这里上班，晚上才回家，工作就是带游客体验爱沙尼亚的传统生活方式。这间房子的 housewife 教我们用木头磨刀子，还有锯木头。虽然他不会说英文，但是实体语言就是最好的沟通工具，彼此比手画脚，我们一样玩得超开心。Go right, left, right, left. Go, go. Oh. So I need to. Oh, okay. 好玩的还有这间的 housewife， 她教我们各种童玩，真的好热心，叽里咕噜讲了好多，逗得大家本来很腼腆，也开心的玩了起来。另外，这间房子的 housewife 看到我们好开心，教我们怎么喂鹅，又怎么叫鹅才会来。爱沙尼亚话夹杂着英文，我们猛点头，他讲得更起劲了。Muidugi se on nyt Russian variant. Estonian popular beak. Ja, Estonian popular beak. 大家猜猜看，这是什么？原本我以为是宠物的家，一问之后才知道这是打水的地方。你猜对了吗？今天拍了好多这里的房子，这些都是当时的景象。还有羊、马、小兔子等等，让人就像是走进电影拍摄场景一样，怎么拍都很美哟。如果饿了，可以在这间餐厅用餐。餐厅旁边这个设施也很有趣，可以当秋千，又可以当旋转木马，转呀转的，很好玩呢。在路边，我们还看到了真实版的猫捉老鼠。在一阵追逐之后，猫嘴里叼着一只刚抓到的小老鼠，活生生吃老鼠样子，觉得有点残忍。博物馆内的14个农场展示了18到20世纪初爱沙尼亚的传统乡村生活和建筑风格，包括了农舍、公车、教堂、学校，展示了不同地区和时期的建筑风格。这间是当时的学校，目前还可以看到课桌椅。
这间是老师的休息室，而这些则是当时的厨房，装热水的熨斗、水壶，很多东西都保存得很好。这是装水的水壶和盆子，给进来上课的学生洗手用的。这个炉子不只可以煮东西哦，还可以烤面包之类的，因为东西都还可以使用。负责这里的 housewife 跟我们说，厨房这些瓶瓶罐罐装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。她每天来上班都会在这里亲手动手做午餐，就像在自己的家里生活一样。这里根本就是一个活的博物馆。Housewife 重现了18世纪到20世纪初爱沙尼亚农村的真实风貌。另外，这间房子的 Housewife 好优雅哦，她静静地看着以前编织的书本，学以前的花样，织出许许多多仿古的针织品。刚进门的时候，她动也不动，我们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假人呢。他说，如果游客来的时候刚好碰上院子里的农作物收成，他还会教游客煮东西哦，真是太棒了。只可惜我们没能赶上蔬果成熟的季节。这间是消防站，消防站里面有水桶、消防钩以及手推消防车等灭火工具。这个是用来磨面粉的风车。还有这个神秘的盒子也很特别，你听，每一个盒子都会发出不一样的鸟叫声，还有他们的介绍哦。爱沙尼亚露天博物馆位于塔林旧城的郊外，成立于1957年。这里不是一栋死板的博物馆，而是由全国10几个中世纪的农庄搬至这块土地组成的互动式博物馆。在园区内可以欣赏蓝天、森林和绿地。园区内展示许多爱沙尼亚传统生活的文化、建筑、器具。喜欢这种氛围的朋友，很值得来这里玩哦。水上飞机港口原本是爱沙尼亚海军的飞机库，现在不仅是一个博物馆，更是一个展示爱沙尼亚海军历史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场所。沿着楼梯上2楼展区，可以看到一艘巨大的潜水艇，在整个大厅正中央。请大家跟着 Emily 的镜头去参观潜艇的内部哦。这艘潜艇内部设计可供32名船员使用，鱼雷室最多可以同时装填4枚鱼雷。1936年打造的这艘 Lembit 是爱沙尼亚海军的骄傲。当时 Golev 和 Lembit 这2艘姐妹艇是爱沙尼亚海军历史上唯二的大型潜艇。Golev 已在战争中遭击沉，而这艘 Lembit 直到进入博物馆前仍然可在海上漂浮哦。Lembit 可以说是塔林水上飞机港口镇馆之宝哦。2012年，水上飞机港口被改建为博物馆，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海事文物和展品。包括潜水艇、冰船、鱼雷艇和各种船舶模型。博物馆1楼设有多个互动展区，可以参与各种模拟体验呢，例如遥控船体验。这位外国小朋友太厉害了，我的船被卡住了，我向他求救，想不到他对于方向盘和油门的操作这么利落，2-3下就把我的船救出来了。这个战斗机驾驶体验也很好玩哦，我玩了好多次。电影中常见战斗机在天空中追逐，这边也可以实际体验哦。透过控制钮开火进行射击，如果方向没有控制好，真的会坠机重来。飞机的震动及倾斜让人真的很有临场感呢。你也来试试看吧。爱沙尼亚的水上飞机港口博物馆是一个将历史、科技和娱乐完美结合的地方。来这里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爱沙尼亚的海事魅力哦。哇，
这也太刺激了吧！行走在22楼的高空，喜欢挑战刺激的朋友有没有很心动呢？这里是爱沙尼亚最高的地标314公尺的电视塔。塔林电视塔是爱沙尼亚最高的建筑，不仅用于电视和广播信号的传输，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。1980年完工，当时是为了1980年夏季奥运会而建，用于转播奥运会赛事。电视塔的门口这块石头是用来纪念因为波罗的海之路而在1991年独立的故事。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上楼吧。观景平台是塔林电视塔的主要亮点之一，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塔林的壮丽景色，但是距离真的是有一点远，不是很清楚。你们看这里，地板上这个圆形不透明玻璃，踩一下开关，哇，可以直接看到1楼的地面，很刺激哦。像我这种有惧高症的，有点站不住呀。你看台北在这个方向，距离这里7994公里，在这里能看到台北这个字，觉得好亲切哦。由第21层往上爬，还有一个景观餐厅可以用餐。开门出去，哇，一阵高楼防风哎！这就是独特的户外活动——边缘行走。脚下就是22层楼的高空。喜欢挑战刺激的朋友，赶快来试试看哦！边缘行走需要提早预定，要在专业导游的指导和安全装备的保障下才能够进行。虽然我们没有做这样挑战，但是很幸运的拍到从事这项活动的景象。光是站在那圈，我的帽子飞了，旁边的人则紧抓着裙子，风真的太强了。喜欢爱沙尼亚的朋友继续看下去哦。下集我将带大家去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，它的旧城区有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古色古香的城堡、教堂和密道。这么一个神秘和浪漫的古老城市等着你哦。我是 Emily， 如果你喜欢 Emily 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下期见哦！